蓝色暴风，我是蓝豹，欢迎收看本期的蓝豹测评。那么最近呢，这不是迎来这个 SMP 的百兽战队的试玩再版嘛，而且要新出这个牙费守护神，所以说这个热度就一下子被挑起来了。本身来说，这个系列的这个 DX 玩具也是炒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一个状态，一盒 DX 现在卖4-5千太离谱了。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热乎劲儿主要来讲一讲这个 SMP 系列的百兽战队值不值得预定和购买啊。本来呢我是应该就是介绍这个单体，然后再到合体的过程，但是奈何这个材料过于脆弱这个地方已经是断过了，所以说我就有点不太敢掰了。那么从这一步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材料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款牙费王做出很多 DX 没有能做出来的一点，首先是它这个面部是可以旋转的，翻转到后面再转回来呢，就变成牙费王发生必杀技的这么一个怒吼的脸它身上的关节都得以了改善，就比方说可以平台旋转小臂和曲手关节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转腰而且它的屈膝关节呢是需要你把钮打开之后把这个盖板向下翻转，它的可动性可以超过90度，非常的夸张。至于它的前踢、后踢和侧摆我不太建议大家动，因为这个地方我发生断裂了。从这个角度大家应该能看到它是3段关节组合在一起的，前踢、后踢和侧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关节是非常的脆弱，这个料子是很有问题的。如果说这里能换成尼龙料子或者说赛钢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啥太大的问题。它的武器方面呢是这把鲨鱼的剑，当然呢它会增加一个延长的刃握持方面呢需要把这个鲨鱼的嘴打开，这个地方挑出来，但是需要一点巧劲儿因为这里十分的不好抠。这样呢就可以把它的专属武器拿上。牙费王到这里就介绍完毕了力王方面呢是这个绿猩猩和这个白熊和黑熊首先猩猩方面的话呢，它的可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比方说它可以向上抬头露出它内部的口腔，身上各种球关可动都丝毫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个猩猩还给到了这个握持香蕉这么一个替换零件，替换方式呢就是简单的把前面的手掌拔下来，然后安装一下，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得到这个猩猩拿着香蕉的一个状态。当然呢要解锁它这个平转的可动性，它是需要把这个部分的零件抬起来，这样呢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平转了垂击修口的话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接着是这个白熊和黑熊我只展示一个它这一款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就比方说它的嘴可以打开之后呢，把它的口腔往下拉出之后呢，它下面有一个按钮，一摁它的炮管就可以自动往前伸了。合体方面的话呢，跟地叉变形方式其实是差不太多，只不过地叉下边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轮子的一些结构这里换成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零件。打开胸腔之后呢，将整个这个腹部内的力王头部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胸腔给它盖上，变形一下手部、腿部的零件向上翻折，变成这个肩炮。鹰的部分呢是需要把它下面这部分打开，然后呢翻折一下它的翅膀，最后把鹰的腹部这个位置往外拉扯。紧接着呢把猩猩这个部分腹腔的这个位置它有个卡扣，给它这样打开。解锁之后呢，就可以把鹰直接穿过身体放进去，再把这个盖板给它合上，最后和牛头的位置进行一个结合。变形白熊缩回四肢，然后翻起肩部，安装一下。好的，那这款力王就变形完成了。那么组合完后的这个牙费力王个人感觉还是非常魁梧的。可动性的话呢还是非常不错就比方说它的肩部的平台也是非常逆天。当然肩部的平台呢它是有2种平台方式，一种呢是靠这个牙费猩猩的一个连接轴，这是牙费黑熊自己内部的连接轴，它也可以自己平台。所以说这个自己的连接轴再加上猩猩内部的连接轴，它甚至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幅度都没有问题，还不算就是说黑熊它自己内部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它的这个胳膊的关节到达这样的一个幅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是它的这个曲肘幅度，现在的话呢，你感觉它好像超不过90度，但是你可以把它的关节往外拉伸，拉伸过后呢，它这个部分的可动性呢就可以超过90度了。只不过呢，由于材料问题啊，我不太敢保证它会不会发生断裂，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太推荐大家把这个连接轴完全的拉出来。可动性反正是挺好，奈何材料有问题，所以说我就不太敢掰它。至于配件方面呢，是有这么一个橡胶的一个抛锚啊，抛锚的一侧呢是可以固定在这个白熊的口箱内部，它有一个圆的连接轴把它这个锁链咬合在口箱内部，这样呢就完成这个橡胶抛锚的一个搭载啊。这个尺寸的话也比 D 叉要大很多，看着整体这个比例就非常的霸气。接着咱们来看这个牙肺相啊，这个牙肺相的话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象鼻这个位置啊是有多段的关节，所以说它在扭动的时候呢是非常丝滑的。首先将象鼻就是旋转一下，旋转到这个角度之后呢，它的两侧就可以打开了。打开之后呢，这就属于它的一个武器状态一个盾和剑，然后把这个剑的部分给它拉出来。这里的阻尼感是非常生涩的，大家在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像它这个盾牌的话呢，它是可以调整一下角度，伸之后收回到它的象耳后边。紧接着呢，把这个扣点连接轴打开之后呢，对准这个鲨鱼的腹腔底下是有一个插槽的。虎头的话呢，给它转到正面来，这样呢，它的象头就可以安装上去了。牙肺王的一个剑盾模式就变形完毕了。由于呢它这个造型呢不是特别的完善它可以替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剑刃的造型。当然呢还没有完就是在剧中呢它会有一些甩鞭的一些动作，展开剑刃的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关节都是一节一节的，就是怎么去咬造型都没有任何问题。猎人系列就是这3个威力兽分别是鳄鱼、锤头鲨还有这个狼。刚才也没有给大家展示这个鲨鱼咱们就先从这个锤头鲨也简单来看一下这2个通魔换色吧。那么鲨鱼的话呢，它单体也是这种可以左右摇摆它的这个身体，尾鳍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可动。这个部分呢跟 D 叉其实是没啥区别的。狼的话呢，它是跟白虎是基本上是同模只不过跟那个 D 叉唯一不一样的是 D 叉的这里它是不用完全取下来的合体，但是银狼的话呢，它就必须得取下来了。这次和 D 叉改动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这个鳄鱼鳄鱼的话呢，需要把它的尾部直接拆下来，包括它上面这个武器连接的杆子，把双腿向下拉直，脚也向下扳平，头部翻下来，再把它的鳄鱼手部翻到后面去，最后呢就这样组合，邪恶猎人变形完成。然后呢再组合它的武器，这个鳄鱼剑，安装鲨鱼尾巴，武器就变完了，最后再转一下就 OK 了。它有一个搭载玩法，它是需要这个连接件的，我看很多朋友们都把这个连接件给丢掉了，这样呢这个牙肺猎人的一个邪恶状态就变形完成了。当然这款也会具备很多 D 叉所不具备的一些玩法，就比方说它在剧中发射必杀的一个状态，这个 D 叉好像是没有办法完成实玩的话呢是可以还原出牙肺猎人的霸气这么一幕，非常的帅然后变成正义猎手，把脚收起，然后再把面罩下翻。可动性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像头部的360度旋转、抬头低头是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它的这个手部的一个平台它们这个系列都是有一个自带的这个蝴蝶关节，全部拉伸出来的话，它的可动性还是非常逆天的它可以达到一个前倾的一个幅度当然它的腰呢也是可以旋转的，只不过呢它需要把这个鳄鱼前头给抬起来，后边的裙摆也是可以打开的，这样呢它的腰呢就可以360度的旋转。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它这个裙摆打开呢？这样的话它的腿部就可以进行后踢的。说的话语间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掰的时候这个位置已经有这个裂痕了，腿部是可以前踢然后侧摆膝关节这个位置呢它是有这么一个小盖板，把这个盖板往回缩，
它就可以解锁它的一个膝关节的可动性了。就是大腿呢，这个连接轴也有一定的平转，所以说它的可动性可以说是非常好。再加上这个鳄鱼脚部是有一定的接地性。伊卡洛斯的方面的话呢，它会增加这样一个天空岛的一个地台支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岛里头像什么水流火山包括这个龟的一个造型都刻画的相当清楚如果说你要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喷涂和笔涂的手艺，完全是可以把它打造出非常梦幻的一个场景出来。我本来是想从这个单体到合体来给大家介绍这款伊卡洛斯，但是奈何这款伊卡洛斯很多一些关节是比较偏脆的，所以呢就直接从合体的状态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首先呢，它合体的一个过程呢跟 DX 差不多。如果说想要详情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 B 站上搜索这个伊卡洛斯，就可以看到这款视频了，或者是搜索百兽战队那然后呢，这一款和 D 叉很大的一些改变也是挺多的去肉的一个关节，平转的关节，包括呢这个长颈鹿，它前面这个脖子它是可以伸长的，头盔也是可以取下来这个亚非猎鹰的这个腰部它这个关节是可以完全拉伸出来，它就可以解锁它的前仰或者说是往前弯腰这么一个幅度。包括刚才也忘说了，它这个长颈鹿它是有一个自带的平台关节，自带平台关节就可以超过90度了。然后它这个猎鹰这个位置一个连接轴，大家看见了吗？其实它还可以抬，只不过呢材料太脆了，我真的不敢掰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展示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了。犀牛和球鱼它的玩点还是挺多的首先它的裙甲是有3段的，这样的话呢它的裙摆就可以完全解锁了，也不用担心这个裙摆会影响到它这个腿部前抬后抬的可动性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犀牛因为这个犀牛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不像这个牙肺牛，它会里头增加这个3段连接轴的一个关节是比较脆的犀牛的话呢它就不一样了，它是只有这么一个连接轴，你要侧抬平抬呢就是只需要把这个裙甲解锁就可以了，有一个自带的平转关节大家一看到它这个连接轴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裂开的一个现象了，所以说我是真的不太敢掰它这个犀牛呢，它是有一个下拉关节，可非常的夸张所以说这款的可动性可以做到很多逆天的程度然后呢是它这个犀牛的平转，还有它的膝关节，当然它的膝关节也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它可以完全超过90度接地性可以达到一个超过这样的一个可动范围。这个其实可以还原这个伊卡洛斯炸弹还有一个防穿帮的一个零件，我们直接沿着这个滑槽给它安装进去。球鱼的变形呢是非常简单的，咱们直接给它转一下这样呢就变成这个球的一个形态。然后它这个连接杆它不是个透明的，我觉得很难受它如果是个透明的话就好了。它有一个顶点我们直接给它怼进，你看这个设计的多好这样呢就可以模拟出这个伊卡洛斯炸弹的一个空中必杀技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整那个倒挂金钩的一个造型，就这么看吧。紧接着呢，这个伊卡洛斯的翅膀也就是这个猎鹰的状态，它是可以打开的。只不过它这次的这个翅膀跟 DX 的区别是 ，DX 它的翅膀只有这么一个关节，但是可以看到它伊卡洛斯的翅膀它是好几段，1段、2段、3段、4段而且呢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闭合，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连接槽，这个部分也是有连接槽，它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行闭合了。奈何这个翅膀的这个材料有问题我就不敢给大家展示了。然后它还有个技能是这个伊卡洛斯束缚，对吧？DX 的玩具呢，它的眼部是一个反光贴纸，就是你一晃动它就可以变色了。但是这个 SMP 的话呢，它是个替换零件，它是可以这样的一个替换的。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就不进行替换了，就是按动这个位置它翘起来，它就可以安上去了。然后呢，通过替换零件可以变成这个伊卡洛斯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它也增加了一个特效件它是安装在这个鳄鱼尾巴上的，这样就可以释放这个伊卡洛斯的一个新的一个必杀技当然，这个鳄鱼尾巴我刚才也忘介绍了，它是可以多段位置尤其是这个位置可以这样的一个活动。最后咱们介绍这个牙肺大狮子首先呢，它这个比例呢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它的可动性也是非常逆天的。首先，它的头部啊是可以拉伸出来，露出里头的一个连接轴啊，它可以上下动，包括它的嘴、口腔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呢，它的侧台这个 DX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大狮子它是有侧台的，它的爪子部分它也可以这样平着打开的。这款阻尼感超级的紧，大家在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后置的平台、侧台都是没啥问题，在这个 SMP 里头算是可动性比较好的了，质量也算是比较好的了。然后呢，它合体的话呢，是需要把它上面这个盖板打开，它底下有一个顶的这个扣子，你给它摁一下，它上面这个位点其实就能顶出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么一摁，它就弹上来了。然后弹上来之后呢，再把它下面这个轴尽量往上拉一下，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固定了。牙费半人马合体完成。当然，这次的牙费半人马呢，它这个位置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性的。它的连接轴可以挑高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个牙费半人马也可以可动性到这样的程度。当然呢，内部呢是有一个支架的，支架呢底下是有2个插槽，大家可以看到了吧？当然这个连接轴是可以进行固定的，固定前面、固定后边都是可以的。我们固定一下前面吧。远距离这么看还是非常威武霸气的。当然，这个地台上也是写日文版的这个百兽战队的这个字样，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啊。那视频到这里就介绍完毕了。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百兽战队这几个主要的成员，像其他的什么牙费神或者是说这个牙费骑士它由于是部分组合是同模我就没有买那通过这几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简直是属于是被质量耽误的好产品。可以看到这个设计照顾到很多玩家心里的一些预期，但是呢，这个材料是真的支撑不住如果说有一天呢，这个系列能被第三方的厂家盯上，把它哪怕做成一个成品，不加合金也行这些关节都换成一个尼龙件或者说是那个赛钢件，我觉得这个就是精品中的精品。视频拍完了，我桌子上真的是属于是一片狼藉。我本来呢是想把它再变成一些单体，再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但是奈何它材料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说我也不能像其他视频做几个单体的一个转场过渡，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拍摄这期视频呢，也是想给大家打一剂心理的预防针因为很多人呢也是不明所以，就是直接提前预定了 SMP就觉得这个系列很好拍这期视频呢也是有这么一层作用了。